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博联酒店的行政总厨，我叫李明。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家常小炒鸡。在我们美食台呢，我们有很多道鸡，但是今天我做这道菜呢，是道下饭菜。这道菜呢，选用的调料比较多，葱、姜、蒜、辣椒啊、小米椒都常见，但是我特别介绍的是我们云南比较常见的一种香料，像大元溪、香柳、撇菜根。如果我们在其他省买不到的这个香料呢，我们没有这个大香菜呢，我们可以用我们北方的一个盐碎，就是普通的香菜代替也可以。如果这个撇菜根没有呢，我们用韭菜根。这个香柳买不到呢，我们可以用薄荷代替，也可以不放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切小料，多用一些姜，选用一下比较老一些的。我们再切2个辣椒。在云南呢，这个椒叫2荆条，我们北方可能还有一些杭椒啊，一些绿色的尖椒都可以。它还会用到这个干辣椒，因为干辣椒和鲜椒的味道它是完全不同的。这辣椒籽呢，也可以完全放在里边一起可以用。蒜呢，我们把根部去掉，去掉以后就1开2，我们轻轻的挤压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切一点小葱，葱叶子我们留着，出锅时候会用到。那我们把香柳，差不多这个根部太老了，我们就不用，我们可以把它切碎一些，这样呢，就出锅放入菜里边呢，它味道呢就更加浓郁一些。好，我们再切一些这个撇菜根。差不多也是放到100克左右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元溪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这些配料呢我就切完了。接下来嘛，我们处理这一只宰公鸡，把鸡呢给它解体，然后把最嫩的部分呢我们留下来，像腿部的肉是非常的脆嫩。云南的鸡它都是散养，所以你看。这个鸡啊，6、7个月的时候，我感觉它肉非常紧，所以在这种鸡呢，我们炒的话呢，是鸡肉非常脆，做小炒鸡非常棒。那其他的部分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可以留下来，可以黄焖啊，可以煮些汤啊，吊一些鸡汤啊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把它的大骨去掉。用东北啊，把它敲一下，把这个骨头敲断，可以拿刀压住骨头往起震，这样大骨呢去的就很干净。我们再把头的多余的骨头呢一定给剔干净，这样吃的话呢就不容易被卡到。大家切的时候啊，因为鸡有很多粘液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刮干净，把砧板刮得越干净，我们就不容易切到手。大家都看到我切的鸡都很碎，其实云南很多菜，包括小炒牛肉啊、小炒猪肉啊，它都切很碎，主要是入味，因为它能和这个所有的小料融入在一起。其实大家不是专业的厨师，在家里都可以，这个也考不了什么你的刀工，尽量的能切多碎就切碎一些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鸡皮啊、鸡杂呀、鸡血呀，全部可以放在里边。但是今天呢，我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杀鸡的时候啊，没有跟我的小徒弟说，就把鸡血啊就浪费掉了。同样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切小一些，跟那个刚才切的那个鸡腿肉的大小要一样，但是这个切完以后不能放在一起，没有单独的放。好，我们这个鸡肝啊，因为它容易碎呢，这是我们稍微适当的要大一点点。等一下去炒的时候啊，它就不容易被炒碎。切好的鸡腿肉呢，下入少许的盐，这时呢，我们可以放一点点生抽，因为炒的时候呢，这个鸡肉呢更容易入味。均匀装匀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可以把它用一些油呢，给它分一下油，这样等一下炒的时候呢，就不容易粘锅。像这种鸡腿肉呢，就不要加小粉之类的，它跟牛羊肉不一样，
我们吃这个鸡肉是吃它的脆劲儿，然后我们再处理一下，鸡杂。因为鸡杂呢它比较腥，所以说我们呢就给它多加一点高度酒，也不用加盐。抓完以后呢，我们适当的也可以快车油。这两个呢现在已经处理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开火开始烹饪。尽量会用一些菜籽油，因为我们这个鸡呢是不滑油，直接在锅里生炒，所以油呢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点。等油到6、7成热呢，我们一定把葱姜还有蒜给它爆香，可以开火稍微大一点，对不对？下点干辣椒、花椒，对。油有点变色的时候，那是辣椒的香味才完全出来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先把鸡腿肉下入锅里。等鸡腿肉呢达到5成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把鸡杂放入。这时一定要用大火爆炒。好，它在到7、8成熟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小米椒和2丁条再放里，可以放上2小勺盐，然后放2勺蚝油，蚝油比较提鲜，然后还有生抽，我们再放一点老抽调一下颜色。它的香味就完全出来了。切菜根呢，因为它比较硬一些，我们可以先放一下，让它跟鸡肉呢更好的融入在一起。好，这是我们把大盐溪、香柳，还有我们切的一些小葱花，就可以全部放在里边。好，我们快速翻炒。等这个绿色的菜马上要变颜色的时候，立马要出锅。好，关火。这汁水多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是一个下饭菜，我们可以把料和肉拿勺一起捞在米饭一起吃就完全可以。看我这一道农家小炒鸡给我做好了。老板，有那个宰公鸡有没有啊？我想做那个小炒鸡。那这只鸡养了多少时间了？6、7、8年左右。哎，刚好。其实我们选用这个炒这个，今天做一个小炒鸡，一般会选用到6、7个月左右啊。那它刚好。这个鸡是散养的是吧？每天晚上它飞在这个很高的树上。哇，这是传说中的飞机吗？是很棒的。会不会飞啊？帮我要把会飞啊，一定要帮你抓好。好，帮我抓好。你放飞，你放逃了，你就追不上了。